因为这个东西，简单说，我过去谈过哈，我认为呢，这根本是一个选边的问题。也就是台湾在国际政治上面，你在这个国家安全上面，你要不要选边？可是很多人就提到说，台湾要选边吗？台湾不能左右逢源吗？我不能两边都交好吗？当然了，大家会这样想了。应该这样说，最理想状况就是在交战的双方或对抗双方呢，你能够不用选边，你能够齐强，然后左右逢源，这个渔翁得利，最好是这样。可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因为我过去在别的地方讲过，我说我们这边可以再详细谈一下。国际政治上有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热点，flash spot。什么叫热点呢？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呢，它因为战略位置或因为什么丰富物产或因为什么原因，它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在外面的这个国家，即便他们相互对抗，他们都得争取这个地方。但有趣就是，譬如说甲跟乙在对抗，然后这是丙，丙是热点。甲乙在对抗的时候呢，甲乙都要争取丙，甲从右方来争取丙，乙从左方来争取丙。所以甲乙是针锋相对的，丙是夹在中间非常难受，那这就叫热点了，叫热点了。热点呢有一个缺点，就它会这个两边受敌，但它有一个优点，两边都不给让对方真的得到它，所以它空前难受而空前安全。就台湾现在这就是我讲的，所以我这10几年一直在讲，我说啊，台湾空前难受，空前安全，它就是这样来的。台湾就像什么呢？有点像瑞士。大家说啊，它这个瑞士怎么样？对，那瑞士它之所以能够中立这么长时间呢，很重要因为它地势比较高。谁拿到瑞士之后，他都俯瞰其他国家。这边看法国，这边看德国，这边看这个意大利，那边看奥匈什么等等，比如这样。所以，那大家说，那我想拿瑞士，然后法国也想拿，德国也想拿，意大利也想拿，最后什么谁也想拿。到底怎么办呢？谁都不许拿，谁都不许拿，因为谁拿到它，对另外3边都是威胁，对不对？好，那这样给它中立。台湾能不能有这个位置呢？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台湾现在太重要了，谁都想拿它，所以现在就是谁拿到，但不能说谁得台湾者得天下，但得台湾者有利于得天下，那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所以。其实大家一直没有想清楚，我们从1949年退到台湾之后呢，台湾一直在选边，我们基本上都在选美国，就算这么多年来，我们被美国背叛过几次啊！1971年、72年，尼克森跑到大陆去签了《上海公报》，然后1979年卡特的糊涂总统签了这个《建交公报》，把台湾真的抛弃掉了。然后这个82年的这个雷根呢又签了817公报，然后这个克林顿呢又说这个3不政策什么等等什么之类的，然后又反悔了。所以我们背叛多次，但是我们最后都选美国。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不选别人呢？不是，这是战略选择，这真的是正确战略。为什么？一个小的国家在国际上去选边的时候，通常选谁最保险？选世界第一强国，最大的，对，选第一强国最保险。而且现在过去呢，我们说啊，我们都不用选边呢。对，你看起来没有选，有选。我们既选美国，又选中共。他说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这样子呢？因为那时候美国跟中共站在同一边，美国跟中国站在同一边对抗苏联的时候，我们选美国就等于选中共。那美国跟中共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的时候呢，那我们选美国也等于选中共。然后美国跟中共很友好的时候呢，我们选谁都没有关系。那现在问题来了，当美国跟中共开始对抗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那样选了，没有模糊空间了，没有模糊空间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选第一强国，还是这样，这第一个。第二这是安全的考量。那另外还有我常讲说选边有几个指标啊，第一个指标是安全考量。大家再想一下，我选美国比较安全呢，还选中共比较安全？当然选中共啊，因为这样就不会打我们。不是，选了中共的时候，将来美国会打我们。对不对？它逻辑是这样。选美国的话，中国会想打，但是美国可以保护你。但选中共的时候，美国来打你，美国一定会打。你觉得中共能保护你吗？这点你得想一下。所以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第二什么呢？经济利益。我选美国经济利益比较大呢，还是选中共经济利益比较大？这个很清楚。咱们说过去选中共经济利益比较大。哦，对，对不对？过去那时候改革开放什么等等。但当他开始锁国闭关自守的时候，然后美国又有对我们有求的时候，然后美国现在又开始要复兴它的工业的时候，当然选美国，因为这是未来的希望，这是过去的市场。所以这个是这样看起来，就是过去想选两边的各得半分，现在不是，现在选美国呢可能得0.9分，选中共得0.1分，这是经济问题。第三是价值观，你觉得我们的价值观跟中共比较接近呢，还是跟美国比较接近？大家不要管虚假的民族主义，没有中共之后，那个才是真中国；有了中共之后，那个不是真中国。大家不要把那个搞错了。所以从国家安全来说，从经济利益来说，从最后这个价值观来说，选美国比较对。这个是选世界首相的原因。所以这是我讲说台湾选边的3大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必须选边，台湾没有不选边的空间跟自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看不清楚或者选错边，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失败就是灭亡。这个话呢，我想再提醒一次，我的蓝营的老朋友们再想一次。好，那另外是很多人以美论是怀疑川普，因为川普是一个等于说是非常现实主义者，他是完全以利益为至上，而且他一直在不断的吹嘘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很担心说不是被美国卖掉，而是被川普卖掉。但最近出现一个非常怪的事情，习近平9月要去访问中国。可现在传出来说，习近平居然这个跟美国之间找不到一个对口，然后现在双方要去访美的过程，很多该有的程序没有办法进行下去，那大家搞不清楚啊。那川普不是已经邀请了习近平来吗？两边不是要展现友好的关系吗？为什么现在在这一个单纯的访美过程里面出现这么多杂音嘞？这个大家对川普有一个低估啊，你不管喜不喜欢川普，你得充分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呢，他不只是商人。当然，他交易性格非常重，然后他还写过这个如何交易的书啊，什么等等。然后这个这边说台湾可以交易啊，台湾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哈，这些话听起来都很不舒服。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世界第1强国的领导人，你还真得认识他。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觉得川普是商人性格，对，商人性格很明显，但你不要忘记他读过军校。他在什么时候读过军校？他在青少年时期读过军校，那个过程对人的人格形成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常常忘记，川普的个性呢，既有商人的一面，也有军人的一面。这点呢，大家必须配合起来看呢，才看得完整。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说现在找不到对口，我觉得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耍你了，但我不是乱耍，我在耍什么呢？我要耍说，我制造一个谈判的空间、谈判氛围，因为谈判跟战场是一样的啊。在战场上呢是武力对决，谈判呢是这个文的招数对决。我们常说文攻嘛，文的招数对决。所以中共也常讲，他说战场上拿不到的，我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就是这样子。那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川普大概想通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觉得他印象最深刻就是2018年到19年那次的贸易战，跟中国打了这个1年多，最后签了150页协定，过2天中国一个电报，一个这个电话告诉他说作废，我不要了。哇，川普勃然大怒，就把那个10%的那个关税升到25%，然后双方再来谈，干什么？中国也在玩你嘛。也就我就磨你的耐心，我看你怎么样。那现在川普想通了，我也磨你一下。我可能还是希望你来，他们说川普也可能希望习近平来，川普也晓得习近平有求于他。但现在呢，我要降低你习近平来之前，你跟我的谈判空间跟谈判筹码，说我玩你这么一下，这第一个。第二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要见川普？我觉得。再反过来说，先说这个川普为什么要见习近平？第一个就是我11月份要选举，我得拿出点成绩出来。第一个就是如果当然现在有点难了，如果我们能够签个贸易协定，
你答应我买几千亿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大肆吹嘘啊！我对这个中国的贸易战我又打赢了，我又逼北京签了一个东西，然后他答应我买多少东西，然后我的这玉米、黄豆、大豆什么全部可以卖，然后什么都可以卖掉，然后钢铁工业可以复兴，然后汽车可以复兴的，他可以大肆吹嘘，然后呢物价可以下降，然后所以大家投我一票啊，他可以这样讲，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对这个他来说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哎，他来这边，他来见我呀，他来见我，他有求于我，他当然不好意思大吹特吹，但是他可以在文宣上的造成的印象，让选民觉得说，你看，我连习近平都搞得定，他当然很希望这种感觉，我连习近平都搞得定，所以这个对我选举是有利的，这是川普想要的东西。那反过来说，我常常讲，我认为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呢，大于川普有求于习近平，所以他非要见川普，他非见不可。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关税休战吗？对，可不可以延长一下？当然可以啊，延长一点。我们不是说几月几号差不多了吗？我们延长一下，再延长个3个月、6个月，咱们再谈谈。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在见了面3分情，要不减免一点呢？25%减到15%，或减到12%半，或者再少一点再减一减，或干脆不要打了吧。这个你也有求于我，我也有求于你呢，咱们好好做生意就算了，咱们不要打贸易战了啊，这第一个。第二就是这个，我虽然说不要黄仁勋的晶片，其实我还是要的哈。我从很多地方偷去买，还是很辛苦了。我当然买得到，很辛苦。这样子干脆光明正大进来就算了。这样，你要不要取消晶片的限制啊？第三就是不管怎么说，你的科技还是进步，然后你的这教育跟培训各方面还是比我强。我还是需要交流，我需要人才交流，我需要科技交流，这地方你是不是能够打开呢？这第三个，第四个，台湾问题咱们还是谈一下吧。最迫切就是军售，你不要卖台湾的东西，很麻烦的。这个咱们要和平了，我也答应你要和平了，你不要卖台湾东西，咱们就和平了，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然后第二就是咱们不是有官方关系吗？你跟台湾没有官方关系，怎么一天到晚你跟他眉来眼去呢？这我看了不太舒服，你要不要改变一下？那最后就是刚刚不是说了吗？你们跟台湾之间军事合作在大幅提升，不太好吧？我若跟你夏威夷大幅军事提升，你会不会高兴？你不高兴的嘛？那你为什么跟我台湾军事合作到这种地步呢？你也答应过我不要这样做，你怎么又做了呢？那再来就是我来的话，你给我高规格接待、红地毯什么的呢，21响礼炮。这样看起来我像是一个大国啊，中共啊，已经他的这文宣搞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老百姓在新闻上啊，看国际新闻啊，只要没有看到中国的，就认为不是新闻，已经到这种地步，中国及世界，凡有中国才叫新闻，没有中国就不叫做新闻，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对他来说，我要来一下。对习近平来说呢，他念之在之的呢。是明年的21大，我们会讲过，对，我们等一下可能还有机会再讲一下。他没有把握21大，我是不是一定能够连任的？不要以为说独裁者一定能连任，因为独裁者每天都在风声鹤唳当中度过。他真的是这样，他觉得每个人都想杀他。凯撒从来没有想过 Brutus 会杀他，但是 Brutus 杀了凯撒一刀之后呢，从此以后独裁者都认为身边可能会有 Brutus，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啊。所以习近平也想说，如果说我能见到川普的话，川普高规格接待我，那我明年21大呢又增加一点点筹码，所以我当然愿意去。所以双方再谈谈，你觉得会不会见面？我觉得见面几率还是蛮大的，除非中间又爆发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什么他中国热气球飞过美国空军基地上空啦，被发现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重大间谍案爆发之类。那只要没有这种事情呢，双方还是会见面，而且双方都坦白讲都有求于对方嘛，对，所以希望会达成某种协议。对川普来说呢，对于这个选举有帮助；对习近平来说，连任21大会有帮助。所以大概呢，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双方会见面。不过，苗老师，你一直在强调说，在21大，习近平要去争取连任，对，他这个对他真的是有压力吗？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趋势嘛？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动作让他非要跟川普见面吗？应该这样说，他不跟川普见面呢，
他21大也反正有胜算。我现在讲不是说他没有胜算，我讲说他有危机。也就是他不是100%保险。大家就问说啊，这个怎么可能不是100%保险的？现在所有人都被他除掉了，李克强也死掉了，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抗他，看起来没有像样的人。你觉得凯撒那时候怀疑身边有人可以挑战他吗？没有啊，对不对？很多独裁者都不认为身边有人挑战他，但是看每个人都想可能会挑战我呀。这叫做独裁者的这种疑心病，这没办法的呀。我们上次讲过，其实他真的有连任压力的。他照中共规矩啊，其实一般来说，你在一定职位上，你只能干2任嘛，每任5年嘛，就干10年嘛。那理论上，习近平2012年上台，刚来2017年是第1任，17到22年是第2任，2任就是你该下来。然后在17这时候，你要选下一届的接班人，把他们选进这个常委会，这个选进这个政治局常委会里面来。然后7个人里面有2个是这接班人，一个准备接总书记，一个准备接总理，所以一个是见习总书记，一个见习总理，5年之后他们接班，就他没有选，他说他没有接班人，不是，他还是有，他现在不能明的竖起来，明的竖起来你们就乱箭射死他了，就像我当年一样，所以现在我一定把它摆在某个地方，摆得近的呢，摆在中央政治局这常委里面，比如说现在看起来最像什么丁薛祥，对，丁薛祥最年轻啊。再来远一点点呢，摆在政治局里面，大概差不多65岁上下的，有那么几个。再远一点呢，摆在哪里呢？摆在省委那里。所以他还是有一定有，一定有。因为就算我能够换器官活到100多岁，万一哪一天失败怎么办？所以难怪这才说丁薛祥这个大秘会上来。所以你这个独裁者他得算到，就是万一都不行，我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底牌。毛泽东最后留了2张底牌，一张底牌是四人帮，一张底牌是华国锋。邓小平当时留了2张底牌，一张底牌是江泽民，一张底牌是胡锦涛。你觉得习近平不要留2张底牌吗？都要留2张底牌的。所以一张底牌可能大家看见丁薛祥，所以现在乱箭射他，他被射得很惨。那另外一张底牌应该是远一点点的地方，就像毛泽东当年把华国锋先摆到湖南，然后一步拉到中央来。现在呢，他会这样做。我现在讲就是习近平没有把握他能够拿第4任，因为第3任拿的已经很勉强了，第3任已经是坏的规矩拿到的。他说啊，给我第3任，为什么我可以把台湾拿过来？当时怎么可能？好，你看我这个做法，大家听一看，也未必不行。那这样给我第3任，然后好吧，给你这样试试看。那第3任你要做出成绩来啊！第3任到什么时候？到明年呢？到2027年呢？所以换句话说，他在2027年以前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成果的话，他很难交代的。对，我可以用压的办法，这是什么办法？但是还是难度悠悠之口。所以我最好是拿出成绩来，而且我经济也没有搞好。失业问题又很严重，然后社会动乱现越来越多，我财政又不好，外交上又很糟糕。那大家问说，你第3任搞成这样子，你凭什么要第4任呢？第4任我可以把台湾拉近一点点，所以我才讲，从现在到明年21大之前，他会全力内攻台湾，尤其是内攻台湾立法院，然后推和平谈判什么的，所以这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问题。所以战场和平谈判的题目一定出现，现在已经慢慢看见造势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美国大概也看见了，是，所以 Rubio 不是讲了吗？Rubio 讲说，这习近平最理想的做法，就台湾进行某种公投，然后资源告过去，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美国也看懂了，所以美国要看懂，就要增加你的这个难度，增加难度的话，就是你一开头问的。把台湾的国军的编装跟作战方式呢做彻底的改变。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战场在立法院，那战场在立法院的什么，在国民党党团。那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党团，你就看见他现在国民党团的出现分裂，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韩国瑜跟傅昆萁之间的斗争，或者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中间根本背后就是一个美中之间的冲突。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去年2月份已经知道了，只是不确定它会怎么表现而已。我们知道战场会在立法院，但是不知道怎么表现。
那么这1年多下来，大家看见了，也就是国民党的这些立委或者怎么结合白营的立委，怎么去阻拦一些东西，对，我们看到了，我们也看到蓝营的这些高层的领导怎么去大陆，怎么去各国访问，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换句话说，台湾呢的确是兵家必争之地嘛，这就我前面讲的，台湾是热点嘛，对，很清楚了，大家都在拉。那现在台湾中间呢，我再说一遍，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是。那在立法院有一个我看不懂，就是你说傅昆萁，我觉得他当然这个有迹可循，可是翁小玲基本上你被质疑说你跟中国的关系，他居然堂而皇之说我是中国人，那这个表态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这个对整个国民党来讲是不利的。他这样讲了，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说，我是中国人，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但是他的话给人家体会到说我是中共国人，中共国人。这个味道就不太好，是对不对？因为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看了这几年的表现呢，大家有这个感觉。所以国民党如果真的要选赢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上次赵少康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我就不懂了，民进党做的这么烂，为什么大家投票给他？你问了这么好的问题，你怎么会没有答案呢？对啊，答案很清楚了。因为大家担心你亲共嘛。不是担心你知道某人亲共，担心你国民党亲共嘛？那大家都怕共产党，然后大家都晓得说全世界都在讨厌共产党，这是国民党梦寐以求70多年来的一个机会，全世界来帮你反共，你自己不太反共了，是不是荒唐吗？所以我常讲，我说国民党里面有识之士呢，要起来清党了。国民党过去历史上面，每一次跟共产党一走近的时候就倒霉。对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三次国共合作，每一次国共合作一成功之后，国民党就倒霉。国民党每次能成功都是分共成功之后，北伐成功了，清党了，然后就成功了。那台湾再清党一次，我们站住脚跟了。那现在就是又来了，你是要亲共还是要反共？对不对？是亲切的亲，还是你要反共？那最后一个就是现在中国刚刚讲对习近平党最不利是他的内需真的太糟糕了，可他出现一个矛盾在于说我的内需非常糟糕，可是我的出口不断的一个成长，那很多人就说那根本就是割肉喂鹰嘛，你等于是牺牲内部的这个所谓的利益，然后呢这个东西他觉得你能撑多久嘞？这个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或者对整个中国的人民的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当然是，不过这个题目太大了，我想我们得下次花1整个小时时间来谈东西。我简单说一下哈，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呢，大体上来不外乎是3个步骤，3个方面：出口、投资跟消费。那比较健全的国家就是3个方面的相对比较平均。那中国大陆现在就你刚刚说的，国内的那个消费非常弱，但出口非常强，这个真的就是割肉喂鹰了。坦白说，因为我们看过数据，下次我把数据带来哈，我们是有数据的。他对于国内的这些补贴到那个地步，已经坦白讲到天怒人怨的地步。现在我们不讲说大陆很多产业内卷很严重吗？为什么内卷那么严重？大家征补贴啊。那为什么补贴这么严重呢？因为中共晓得，如果我不补贴的话，我没有竞争力的。我没有竞争力，我必须靠大力补贴，然后去竞争。等于就是说，我用左手的钱卖到国外去，然后再把它赚回来。所以赚来赚去都是我的钱在全在里面转来转去。而这钱一部分哪里来呢？华尔街投资进来的，我在玩这个东西，所以他玩一个乾坤大挪移。那么也就是，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不真正提高的话，消费始终上不来。消费上不来的话，那内部的这经济循环呢就很难形成。所以他说内循环，我们说不太可能，是这样来的。这题目大了，我们得真的花1个小时谈一谈。所以。大概今天这题目只能谈到这里了。是，好，董事长，台湾是一个以生存为最高原则的社会，不管嘛，从国共来到台湾，今天台湾所有东西都是我要活下去，而要活下去一个根本就是你台湾的军人能不能保护我们自己。过去很会怀疑是说，因为有听到很多的退将，听到很多人讲我们的国军不能打仗，我们的非常的老旧，我们的战术不行，我们碰到共军完全一筹莫展。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这些状况都慢慢在改变当中。我过去对马英九有很多的批评，就是因为他在马英九在8年的任内里面，对我们的国军的所谓的建设，对我们国军战力的提升，完全一筹莫展，完全无能。现在这开始已经做改变，我们欣然接受这样的改变，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改变。但这一次的汉光演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无人机当然还在加强。当我们台湾相信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堂而皇之的来面对这个世界。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君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